OK，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这个模特它的素材的一些特征。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场的一个案例。首先看它的侧面，它的发际线其实会很高，从侧面去看的时候呢，发际线是往后移的，然后这里是偏扁的。再一个呢，前额这里它的3庭当中上庭是特别高的，我们可以看见它本身这个刘海的长度这里就已经会容易分开，曝光它的一个上庭这个宽度的一个缺陷。我觉得在这个素材上，不管我们用什么技术，用圆形技术也好，还是用三角形，还是均等层次也好，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让它的侧面看起来如何把后期的发量往前去移；第二，在侧面去看的时候，不觉得我们从前面的发际线高。它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它头发之前烫过发坑，然后做过软化，整个头发呢是比较自然垂的那种，自然干的时候它是静电会比较明显，有点沙发的状态，就失去了健康发质的那种活性，是比较僵直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在给这款头发去剪的时候，我会用圆形层次，我们尽可能把它后面收的饱满，那前区的头发我会剪得比较厚实，把两边的这个头发呢拿短。平时它挂到后面，我们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 ，OK 了。比例上面我们要把重心去往前去移，后面的发际线其实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倒长，就是比较窄，张力还是 OK 的。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发质的基础之上，要考量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头发是比较僵直的，吹干之后它是没有什么流向的，现在梳下来都特别直的一种状态。如果在这个头发上剪出来轮廓过硬和层次过低的时候，它吹干之后，它只是形体的蓬开的张力，并不是自然的这种柔和度。所以在它后面剪的时候，我们要用圆形层次逐渐去递增，把它抹得很圆润。那在这个层次之上，如果正常的发质，其实我们下去做去除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这样的发质不允许我们去做去除，因为它的头发是很直的一种状态。我们一旦在这里做去除的时候，它的切口全部是毛糙的往外的，所以这个一定要避免。好，我们进行分区。我会在它的后区选用圆形逐渐递增堆积的一个层次去裁剪，保留它一定的长度。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剪圆形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后区剪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头型上，我们不是要去剪一个收得很窄的这个圆形，我们要偏宽一点点，剪完整个的形状跟它头型的宽度是接近的，这样才会显得它头型饱满。所以底下我们长度呢3到4公分，在第一层提拉的时候，我们不适合剪太低的角度，所以我会高于45度去提拉。底线呢要留住这个外边缘的底线，最后的时候我们去把它根据长宽比来去设定一下。好的发质我们可以选择用削刀来去做这个步骤，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柔和的圆形。但是发质不好和以及头发的韧性受限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卷刀逐渐去把这个层次剪匀。每一片往上的时候呢，我就往下去梳了，根据这个层次角度我往下去推剪，慢慢是一个圆形层次。我们不能把这里剪得很固体，所以在递增这个角度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过渡变化，保留底下这些厚实度。如果每一层都低于45度的时候，出来就会偏固体。手的剪的时候呢，不低于45度，剪到中间其实就可以过了。另外一边我们会在另外一侧裁剪。要求是我们剪完之后，两侧的长度其实要在耳垂以下，外线我们可以把它剪得很干净，也可以剪得很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里剪得会比较圆润，我们要减少手的张力，自然梳下来去裁剪，以此类推，逐渐往上去递增。到了枕骨点以上，我们其实要压低角度了，这样可以延长我们外侧的长度。同时我们要去检查这里如果出现是一个非常固体的一个圆形，那说明我们的轮廓呢，其实剪的堆积就已经过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剪完之后，从枕骨点这以下的其实都是比较自然的。从我们的视觉上去看，这个底线轮廓先把它收圆就 OK 了。那一定要理解是这里是一个逐渐提升的一个层次，不是一个固体层次。越往上，我们这个时候的角度会越低，就越会延长外侧的长度，重心就会越重。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头型堆积的越饱满。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是，越往上的时候，我们要斜线去分配了，这样呢剪完之后的堆积会比较自然。因为越往上的时候，我们的角度压低了，在裁剪的时候呢，切口如果还是横向去带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一个堆积的晕线，所以我会选择用宽齿梳斜线去分配内切的一个角度，这样剪完之后会更柔和。会更流畅，然后都可以看出来这里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看出来，现在头型也是越来越圆了。再往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出来它的头发，因为这里都是做过软化，所以会非常服帖。一样的方法，斜的分发片，下来的角度呢不高于45度了，降低了，张力尽量是最轻的。遇到不好的发质和头发的韧性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是剪的精致度的流畅度，一直剪到中间。同时呢，越往上的时候，我们的堆积的轮廓就又会偏硬一点，慢慢就看到这个堆积的轮廓了。
就出来了。外侧的长度呢其实是压低，最后我们去角磨圆之后，把这个圆润度会剪出来。同样斜的分发片自然的张力是少的。那么在这里如果是遇到头发特别粗硬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剪的时候，这里呢角度要刻意去压低，对外面一层，同样的方式来去操作。表面压低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它的头发我们延长的时候，干发的时候可以做点剪柔和，以及当我们整个结构剪完之后，表面层次还提升一点点，这样呢我这个侧面是不是就 OK 了。除了黄金点以上的头发，那么在黄金点以下其实都是比较柔和和自然，这里不会有任何的堆积的痕迹，这一层放下来之后才会有这个轮廓的痕迹。那我们待会把这里抹得更圆，它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圆润的一个形体。这一次我们选择一样的方法，这边是反手位，在剪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对我们的角度要求以及长度控制呢就会更高一点。那我们这边尽量把发片往这边多带一点点，变得圆润一点，以及把中间这个角呢也是磨掉一点。我们要剪完两片之后去看两边的对称度，不对了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去进行一个交叉检查，再继续，不要呢在错的情况下一直去继续裁剪。那么底下其实我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从底下往上梳，避免它这里的层次过低，产生堆积的硬线高于45度就可以了，得到这个比较柔和的一个外线。我们要把底线一去，得到这个圆的轮廓就 OK 了。当然底线也可以通过削刀来去削一个比较自然的外线，也是 OK 的。在整骨点以下，其实我们是裁剪的时候呢，用平切口，这样呢快捷，同时呢效率也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有提升它的角度，所以不会去产生很明显的痕迹的硬线。这侧一定要向前带，不要低于45度裁剪，越往上的时候我们越是压低，直到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去掉这个角，一定要在我们的目测去看，这里不可以产生硬线，所以你可以去多打磨一下。这个时候到了我们接近转角线的位置，我们的发片呢其实就要斜着去分配了，就不要再横向去提拉了。所以降低角度的时候，如果选择还是横向去分配，就容易产生硬线。那容易在这边的时候，其实容易过于内扣，产生这外面这里剪完之后特别硬的一个痕迹。除此之外，还容易呢带的方向不够，这边剪完之后会特别的生硬，慢慢降低我们的角度了，一直过渡到中间。每一个发片我们多去打磨一下，这样出来的柔和度就比较高了。就每个人剪头发都会有左右手，这很正常。同样我们在这一层看到的其实还是柔和的面，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堆积的痕迹，直到这一层，这一片是刚好画到我们的这个黄金点，这一层的头发剪完之后才会有硬的痕迹，会比较明显。第一，压低角度；第二，它分配的时候呢，尽量往前去靠，慢慢我们的重量线就出来了。一直剪到中间，去掉这个角对外侧，同样是压低角度，减少我们的张力。梳头发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是不用力去梳起来。中间这里的长度不单是往这边，我们还要往左边、往右边，要左右去把这里的长度磨掉。现在得到只是一个圆的轮廓，应该在中间的位置磨掉中间这里的一点点角，交叉去做。这一侧让我们的堆积呢变得更细腻，同时最尖锐的地方把它去掉，这样呢后续的结构就 OK 了。那这时候其实看到外面这层还是比较低的，那这时候可以单独去把这个层次去出来，我们可以把后面去磨得更圆，也可以在前区剪完之后整体的随头型去，其实都 OK 的。现在得到是一个比较偏重一点点的层次，我们要结合它吹干之后会松起来一点点，再一个干发之后去完角之后它也会再缩起来。还要考虑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如果把后区收得更好，其实里面可以打薄一点点，把下区收得更好，打薄一点点，让外面看起来更饱满也是 OK 的。它的头发其实外面是没有任何张力，自然垂落比较服帖的。如果把这里剪得过短，其实切口会外翘垂感就会没有了。我选择是把前区剪完之后，全头呢去角磨圆。考虑到它前区的发量特别少，还有它上庭这个距离特别大，其实我们在湿发的时候要去看，如果我们需要自然的流向刘海往一边走的，那我们所剪的长度应该是在眉毛上面。那如果我们是要干净利落的，我们就要在眉中这个位置，这个发际线到我们的额头中间这个位置。在裁剪的时候，如果我们直接向前去提拉的时候，出现会比较硬线。所以我的选择是从中间分一个小三角，在剪的时候剪出一个柔和自然的流向，向前去进行一个堆积层，提拉起来落点呢，它会比较柔和。我们希望刘海它是可以动起来的，而不是剪完之后是一个非常短的很硬的。在我的判断当中，我们要去看，当我们前区的这个流向顺着走下的时候，一定要从侧面看它走一个弧度下来。我们把前面剪得很短的时候，它呈现的是立体，而不是这种柔和的流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样擦着过来，我们的边角它可以夹到耳朵后面，那顺着这个下来，最后这里的去角磨圆润起来，那这个头型就看见会比较圆，不直接向前去低角度提拉，那这样会很硬，顺着就来。这是发质的
因素在这里，在裁剪时候这里就没有用削刀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频率了。好的发质我们可以去用削刀一直顺着这里来放射去做分散，慢慢扩大这个三角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考虑头发是往中间带还是原位走，如果往中间带我们就是延长两侧，不往中间带随着头型走，那我们就是剪得偏圆润。这一片一样，我们不需要往中间靠，原位去提拉就可以了。它还是会延长，但不会延长过多，一直剪到我们的侧部点下方，把侧部点涵盖在内。对于侧部点以下的头发，其实可以自由选择，夹到耳朵后面剪，还是随头型层次去剪，还是跟后面去做连接，其实都可以。那也可以跟前半头呢全部一起去裁剪，这提拉的方向、分配的角度，我们要发生一点变化，连带这个侧部这样一个边缘层次，柔和的边缘层次就 OK 了。那这个后半区其实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可以直接夹到耳朵后面进行一个长度设定，这是比较快捷的，也可以以这里的长度呢慢慢去往后去做延伸。在剪这样的头发可不容易犯错，我们是先定好长度，然后呢再去从侧面开始顺着这里的长度提拉起来，所有的头发都带到一个面上，这样就是延长后区。在耳朵后面的长度已经定好了，也不容易出现那里会遗漏特别长的长度，然后顶上的层次一过渡就 OK 了。这时候会出现边角过长，我们检查一下，这样就不会出现边角特别长。这边一样，我们扩大这个三角，不需要把头发拼命向前靠，我们原位提拉就可以了。那这个角度我觉得是根据每个客人前额头的这个角度来去发生变化的。额头饱满的我们可能就提升高一点，额头不够饱满的我们提升就低一点。那剪完之后保留它一定的厚度，然后落点不要太生硬，得到这个结果就 OK 了。涵盖这个侧部点，因为他脸比较瘦长，其实打开脸会比较好看，完全遮住的时候呢，只会觉得头顶会特别尖。这边一样，夹住耳朵后面之后，我们定个长度，跟底下的长度接近。其实我们可以从那看出来，日常中其实它夹住耳朵，前面刘海放下来，看起来很干净。后面的头发我们降低角度进行向前带，根据我们侧部点的长度去剪两侧。就 OK 了。那这个时候手的位置会决定旁边的边角长和短，如果手继续往前带会延长后侧。正常情况下，我们平行头皮这个脸型的一圈去裁剪就可以了。这时候所剪的是后面头发，所以你不要碰到刘海，所有头发能梳过来的全部带过来。这样是为了填充这里的厚度。剪完之后会发现边角这里会有一点点长把这里去一下就 OK 了。在我们在侧面去看的时候，不要出现特别长的边角。那接下来就是把顶部的层次和后区以及两侧所有的去做过渡，把后面的角去掉，把两侧这里收圆，包括这里的长度掉在前面会比刘海长很多，把它做圆就可以了。随着头型去裁剪，在这样的发质上也没有做修饰的空间，这样的发质只有在后枕骨区以下可以选择用牙剪打一下根部，去把底下收得更服帖，让头型看起来更饱满。其余的地方都没有去做牙剪的空间，是因为发质不允许，所以说它是一个现场非常好的一个素材。发际线的这个案例，还有一个发质的这个案例，那我就是避开了我们用去除层次剪这个周边以及后区，并不是说不可以用，是可以用，只是看哪一个剪完之后它的还原度会比较高，头发切口的质感会比较高。这里随头型一圈，我们把表面层次提拉起来，带到水平去抹个角，再把头顶这里最尖锐的去掉，这样就不至于我们在剪完之后前面是像帽子一样盖上来。这一步做完了之后，剩下就是后区、前区和后区过渡的地方，这个两侧的地方，我们同样也要去收它这个层次。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点剪，也可以选择用平剪慢慢去磨。它的发质我是不会用点剪去做的，所有的点剪都吹干之后了，一直选择圆形层次往后的过渡，有棱角的地方全部给它拉出来磨掉就可以了。为的就是不让我们的轮廓看起来很僵硬，这是其一。第二，在侧面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呈现很固体的这个层次。好，这一边斜向后去取发片，前后过渡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头型它填充这个厚度和堆积度是不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层次放低，然后让它的落点降低，在我们的下区和底区的时候做柔和度，让我们的质感看起来像是底下做去除，上面剪堆积这种视觉。但是直接用去除和堆积的时候呢，切口面会更多，不是所有发质都可以剪出来非常好的服帖面。比如它这个发质就是不行的，边角长了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然后它们的长度接近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整个头发的层次就 OK 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做的是把枕骨点以下这里收一下量就 OK 了，不要让这个外在的切口过于的堆积过高，所以一定要给后期呢留一点的空间。我们不需要堆积特别重的那种结果，在这里我只需要把上点就是枕骨点以下的头发分出来，因为枕骨点以下的头发它的发质还是很好的，没有被这个过度的软化过，头发的张力和活性都还在，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整个发梢做柔就可以了，主要在这个区域，不去破坏它底下这个发际线的一个质感。所以我在这里呢去中间就可以了，我用15%到20%的去一下中间，发梢也不动它，两侧边缘的地方不要动，因为它发际线很窄。做完之后，我们用大的发片带起来，用牙剪来做点剪，这样呢我们底区会比较柔和，得到一个发际线是匀的就可以了。再把黄地点以下的头发分出来，这时候呢，只要在这里做个过渡就可以了，把发梢做个点点柔和就可以了，不是以去量为主，我们只需要把发梢，这样其实我们可以在侧面看出来，它是一个流畅度特别好的圆形，不是一个堆积很重的轮廓很硬的。那本身的黄金点以下，我们剪的切口就会比较自然，两侧都一样，只做一下发梢的过渡。这时候把上面头发放下来，其实我们的重心呢，你会发现有不一样，它往上移了一点点，同时过渡和柔和度就会变得会自然。从侧面去看的时候，整个头的饱满度也会上去了。两侧耳上点这里其实都一样，我们只需要做发梢，做一些点剪就可以了。而对于这个发质不是特别好，我们只需要做一点点，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干发之后做点剪的时间。这时候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好像是柔的，其实不会。吹干之后，只是这个过渡会比较柔和，而刘海和我们的周边干发之后去看，确实会比较厚实。我们在吹干之后呢，这里主要做点剪，把它做修饰就可以了。以及把边角这里过碎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剪掉，也可以留住它，只是看不同的发质。那比如说发质比较健康，这样留点小边角其实是很好看的。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裁剪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强调了这个外侧的头发不宜太短，因为它吹干之后，这个头发想它自然内扣的结果其实是可能性会比较弱的，所以它不会外翻，是一个最好的效果了。OK， 接下来我们吹干，然后给它做点剪修饰就可以了。前半头用剪刀剪的部分全部用点剪来做修饰，整个头发只有下区我们用了牙剪。那么在裁剪的时候，后区都是圆形，在枕骨点以下都是圆形，超过45度就起来，到了这个枕骨点以上，慢慢我们降低角度，压低，最后呢去它表面的角，就会得到这个圆润的层次。OK， 接下来我们吹干。OK， 我们在吹干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整个形体是非常圆，头型很饱满，全部都是用平切口去剪的。然后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做了大量的这个去角磨圆，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切口都是圆润的，也不会出现这个轮廓会出现特别硬的这个切口。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分层，每一层的发梢点点柔和，然后着重呢去把边角这个厚度拉掉一点。因为大部分人前区发量比较少的会有个特点，这里的头发会很多，所以我们把这里的量调一下，把这里的发梢点柔和一下就 OK 了。底线可以选择用牙剪来切也可以呢，我们现在用平剪去把剪得比较精致柔和。每一款商业的头发的质感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属性，这要结合我们现场的发质来决定。那遇到不好的发质，我们以实的这种质感和精致的形体为主。首先它后面这里呢，因为下区这里都是用牙剪打过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只需要挑起来做一些点剪就可以了。去检查我们在湿发的时候这个刀口，遇到好的发质，其实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前面几款头发的发梢都是用15%的牙剪去做点剪，会更快。只要我们看起来没有硬的痕迹就可以了。那本身我们剪的是一个圆形堆积层次，它逐渐递增起来就不会有圆的这种固体层次，层次就不会太重。要保留这个所有发梢的厚实度，这样呢就会还原度会比较 OK。这个日常它洗完之后，发尾不会出现太毛躁。如果你过分的用牙剪去打的时候，就会出现很毛躁。着重呢去做一下边角和我们的顶部这一块。点剪柔和，我们尽可能保留这里的质感，所以要很细腻的去做点剪。点完之后，我们再把刘海随意的去划两刀，
然后看起来会比较自然，就 OK 了。在这一块，其实我们要稍微的去用笔芯去，它的边角其实这里会很厚，这里的轮廓都是在湿发的时候去剪完之后，它的一个圆形层次轮廓，我们只需要把这里做精致一点。在这里不去做处理的时候，两边会觉得头发会很厚，所以这里呢，我们在中间的地方剪个1-2刀。然后自然梳下来，这里不是以薄为主，是以剪均匀为主。同时呢，我们检查夹到耳朵后面之后，这里不要出现特别碎和虚，否则质感会很弱。尽可能在这种发质上面不要剪发梢，我们都是剪中间的位置。这本身头发会比较蓬，然后头发会很轻，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个发梢剪得很碎的时候，整个头发会飘了。接到上面我们剪1/3的地方。整个在头发动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起来是比较匀的，不要出现哪里特别厚和薄。再去把外侧这个发梢点一下。所有商业的短发都会遵循一个规律：第一，它要衬托头型的一个好看的比例。短发如果说你把头型衬不出来，剪短的意义就不大。第二，要找到它的还原度。第三，这个头发的质感要被保留。如果这3点没有就，那商业的契机就不存在了啊！你是在做创作、做艺术。这边缘的地方，我们稍微的去划一下，长度保留，不要那么硬。再检查一下耳后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厚薄。底线可以切出来，也可以用牙剪来做，这个侧面就 OK 了。它是比较匀的一个均匀质感。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先把所有的发梢检查一下。再去表面做一些点剪。这里的切口都是比较平整的，所以只在这里剪了一个圆切口，所以我们用点剪把它做揉。检查拨动的时候没有硬块就可以了，着重还是在边角的地方。边角的上方，通常是从侧部点这里开始的。好的发质我们可以去划，可以去做胖胖剪，都 OK 的。但是呢，就是发质不好的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中间的位置去做一下。这里不是以做薄为主，一定是把这个边角这一块阴影部分，这个阴影部分去掉就可以了。在它上面再
1/3和中间的地方挑一下。最后把边缘的地方划一下，让这个圆的轮廓不要这么齐啊。最后我们处理一下刘海的柔和度，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把两边的边角夹起来，把刘海部分单独去做些处理。整体我觉得应该是看起来比较厚实的这种流向，往一边去走。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把发梢呢有点柔和就可以了。可以选择一直这样划这个发梢，也可以选择用10%的牙剪去做这发梢的柔和度，其实都可以。那两种质感会不一样，牙剪的柔和度会比较细腻，流向会比较好，剪刀的这个质感会比较好。所以在这块我选择这种剪刀来去做点剪发梢。做完之后我会简单的去做个划剪，让前面不需要这么厚实的在一起。不让刘海乱起来的时候，是希望它是有流向，但是实的这种质感。我们从侧面开始做。这样出来呢会比较柔和，还会比较自然，不是碎的那种。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在这个向一边偏的位置去磨个角，让它呢往一边走的时候，这个流向会更强一点。这一边，把头发反方向去梳过去。通常我们剪的长度都是有一个指位作为后期修饰的空间。最后把掉下来的部分点剪柔和，那整个头发就裁剪结束了。当然后面的底线还可以用牙剪去收一下尾，让我们的底线更柔和更自然就可以了。这样乱起来的时候会比较随意。最后我们把底线用牙剪来做个点剪就可以了。这都是惯用的方法，用牙剪来切底线不容易出错。OK， 整个头发修剪结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分区的时候，我先从后区开始，逐渐从后面用圆形层次递增，在真污点以下，我们是超过45度提拉，到了真污点以上，逐渐降低角度，逐渐压低角度是为了保留中间这更低的一个重心。那么在两边的时候，我们是先剪好刘海，前面随头型一个低角度提拉。那这个角度是根据头型发量多和少来决定的。
两侧是平行头皮去剃了，最后把前后过渡，然后去角去磨圆，然后再把两侧的这里交叉去做检查。那么在湿发的时候，我们用牙剪去了枕骨点以下的料，所以让这里收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造成一种视觉，就是好像是底下剪了去除层次，其实不是啊，它是整个一体的层次。在干发的时候，我们用大量的点剪把做柔和，以及把刘海旁边的量去掉，边角的旁边的量去掉，让我们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均匀的。我们要去看，把握好这个短发它的穗尾以及和我们的边角的柔和度质感是一体的，那不是特别碎的那种质感啊。在夹起来的时候留有一点点边角的时候，它看起来是个小边角挂耳的短发的感觉啊。正常的它乱起来的时候，整个头发还是偏圆的一种结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底线剪得会比较厚实，只是风格会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在沙龙当中运用率比较高的一款短发啊。OK。